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，这是单向可控硅，型号是 MCR100-8，它的耐压值是600伏，最大电流为1安。我们下面测量一下，它的一角是阴极 K， 二角是 G， 也就是控制极，三角是阳极 A。在正常测量时用二极管档，我们看它的阴极和阳极之间是无穷大的，正反向都是无穷大。当红表笔接它的控制极，黑表笔接它的阴极 K 的时候，我们看它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判断它的引角。好，下面我用它组装了一个小电路，就是给电瓶充电的电路，我们测试一下。这个小电路同样是用一个继电器给电瓶充电的，利用了可调电源，通过它的长臂点给电瓶充电。当电瓶的电充满以后，长臂点断开，这个指示灯熄灭，这个指示灯呢是充电指示灯。好，下面我们插电看一下。现在插电以后它就跳开了，就证明现在是充满状态。我们给它往下调，我们把这个电源电压往下调，现在呢是 7.2 伏，指示灯是点亮的，证明是充电的状态，也就是说这个长臂点是闭合的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。那么我们把电源向上调，当我们调到我们设定的充满断电值的时候，这个继电器就断开了，同时充电指示灯熄灭。我们看在 13.1 伏它断开，那么断开以后我们测量一下这个长臂点是否断开了，是的，已经断开了，那么长开点就闭合了。这样呢，当我们的电源电压在降低的时候，这个可控硅始终是导通的，只有把电源断电以后，这个可控硅才断开。那么我们同样把电压降下来，然后我们插上电，我们再往上调，我们看跟刚才的充满断电值是否一样。是的，到 13.1 伏断开。我们想改变它的充满断电值，我们只需要调节这个电位器就可以了。我们往这端调，它的充电电压值就会升高，向上调的时候它的充电电压值就会降低，当然跟接线有关系。下面我们刚才调了一下，我们看它的充电电压值会升高到多少。我们看到14伏 14.7 时它才断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图，非常的简单。因为我们是要给12伏的电瓶充电，所以我们选用的继电器呢是12伏的。如果要选用给48伏的电池充电呢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48伏的继电器，也可以用12伏的继电器加装限流电阻，或者是单独给这个继电器和这部分电路供电，只把这个长臂点接到我们所充电的电池那里就可以了。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可控硅的耐压值是600伏1安，所以说它适应的电压范围非常的宽。当我们首次给电池充电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电位器调到最下边，不要接电池，然后把可调电源调到我们充满断电值，比如说12伏电池，我们可以设定它的充满断电值是14伏，然后接上电源以后，我们把电位器向上调，调到一个点，那么这个继电器就吸合了，同时这个充电指示灯会熄灭，这样呢就证明它是充满断电的点。然后我们再把电池接上，重新插上电源，这时充电的指示灯会点亮。当电池的电压充到我们调的充满断电值的时候，这个可控硅就会导通，线圈会吸合，长臂点会断开，可控硅会一直导通下去，直到我们把可调电源断电以后，这个可控硅才会截止。
如果我们需要大电流充电，我们可以把可调电源的电压适当的调高，这样它的电流就会增大。如果我们需要小电流的充电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到我们的充满断电值上，这样它的电流就会相应的减小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